半年前，我在烧烤摊救下即将被开膛破肚的小白蛇。随着相处，小白蛇渐渐长大，从亲密的缠绕到令人不安的举动，直到看到短视频里的警告，我才惊觉害怕，匆忙将它放生。本以为一切就此结束，却不料在深夜，冰凉的蛇尾再次缠上我的双脚。就在我以为大难临头时，耳畔响起带着委屈的男声，原来他一直记得我那句玩笑般的以身相许。一场跨越物种的奇妙情缘，在恐惧与心动交织中悄然展开。当灵蛇的爱裹挟着神秘与执着，我又该如何面对这份特殊的羁绊？白雾漫过脚踝，带着山林间清冽的诗意。青石上，银发男子身着道家古风服，侧颜如漫画中走出般俊秀。帅哥，一个人在这里等我吗？我按耐住嘴角快要溢出来的笑意，故意凑近了些，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骤然撞进我眼底。在下白银，多谢姑娘救命之恩。温润的嗓音带着几分疏离，却奇异地挠在人心尖上。我恍然想起家中那条通体白嫩银亮的小白蛇，试探着问：你是那只被我从蛇肉馆买下的小蛇？他微笑颔首，指尖轻抬，一道淡淡的白光萦绕在他周身。姑娘对在下有再造之恩，愿为姑娘实现一个愿望，不伤天害理便无不可。这话听得我心头一动，索性凑得更近，又哄道：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我想要个如你这般帅气的小哥哥，做老公相濡以沫，可否？他猛地别过头，脸上泛起了浅浅红晕，耳尖也烧得发烫。姑娘自重，莫要以婚嫁之事打趣。他微微挪开身体，却没避开我勾住他下巴的手。我说的不对吗？我逼着他对上我的目光，脚下忽然传来冰凉的缠绕感，一条雪白的蛇尾缠上了我的小腿。他眼神慌乱，声音都带上了颤音：你不怕我吗？我是蛇。我听他这样说，反而笑得更欢。现在该害怕的是你才对。说着，我俯身对着他泛红的脸颊狠狠嘬了一口，他浑身一僵，原本缠在我腰间的蛇尾瞬间瘫软，冰凉的身体竟渐渐染上了几分暖意。过了许久，他才闷闷地开口，声音委屈又认真：你会对我负责吗？我缓缓推开半开半合的门，轻轻迈入一只脚，然后一点一点走进其中，摸索了好一番，才找到他的位置。突然，我被牛马般的生物钟吵醒，又气又恼。有那么一瞬间想毁灭世界，可恶啊！刚才的梦境真的不像假的，冰凉的触感仿佛还从脚踝一圈圈蔓延而上。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正是半年前我和朋友喝酒回家时路过一家蛇肉馆买下的那只小白蛇。我本是个怕蛇的人，可那天不知道怎么了，看到它就走不动道了。当时只觉得这蛇生的真标致，鬼迷心窍般怪招人喜欢的，通体白嫩银亮，好看极了，不灵不灵的像小说里的灵宠。只是它此刻被关在笼子里，身体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捅了一个大窟窿，看着马上要断气了。旁边是正在磨刀准备杀蛇的师傅。我本只是打算欣赏一番，拍个照片发朋友圈，感慨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小东西。可这时那只小蛇抬头看向我，眼神那叫一个委屈可怜。一向不喜欢多管闲事的我，最终以250块钱的价格买下了它。我本想找兽医看看，但那天实在太晚了，就先将小白蛇带回了家。按照网友们的建议，我给它做了简单的伤口清理。清理时，我注意到伤口内藏着一根细小的黑针，费了好大劲才拔出来。黑针拔出的瞬间，它像是摆脱了某种束缚般，整条蛇明显精神了不少。黑针上还有些细小的纹路，像是某种符咒。这蛇也是倒了大霉，这么精致的小针一看就是人为的。我问疼不疼，它委屈地点了点头，双眼含泪。我看着它微微愣住，这蛇好有灵性。我伸出手在它的脑门点了2下，又到厨房拿了一盒鹌鹑蛋喂给它。一开始喂生的，它不吃，一直摇摆着舌头，用尾巴指着我的锅。我寻思着，这小东西不会是要吃熟的吧？我试探性的煮了几颗，用冰水泡过以后，一颗一颗剥给它。它果然吃了，而且一下子全吃完了。这么小不点的蛇，食量还挺大。我忍不住吐槽了一句。听到我的话，它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蛇信子，真有灵性，真想养它一辈子。说完，它从我的指尖一直缓缓爬上我的手心，朝我吐着蛇信子。我轻轻抚摸着它的蛇身，白嫩银亮，冰冰凉凉的鳞片很有质感。在我的抚摸下，原本白嫩的蛇身一下子粉嫩了不少。我只觉得好玩极了，这小东西还会变色啊！我好笑又无奈，将它放进笼子里才安心睡下，主要是怕它半夜爬起来咬我。农夫与蛇的故事早已深入骨髓，何况蛇一直是公认的冷血动物。当天晚上，我便梦到一个银发男子，身着道家古风服，盘腿而坐，像是在调息，气质温柔儒雅，侧颜如同漫画里的男主般传神。看见这么有氛围感的帅哥，我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屁颠屁颠的走过去，定睛一瞧，正脸更是帅的没话说，就是我的理想型。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场梦境，脚下弥漫着淡淡的白雾，有点像齐天大圣大闹天宫时的样子。我顿时明白了，人单身久了果然会出事，这是做春梦了。既然是做梦，那我就不客气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梦到帅哥的，美梦本就不常有，何况是这样的帅哥。我来了。我像是个花痴般蹦跶到他对面坐下，嘴角是比 AK 还难压着笑的笑容。帅哥，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是在等我吗？闻言，他缓缓睁开眼睛，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我当场愣住，他的眼睛竟然是红色的，像是宝石一样好看，还是个2次元帅哥，我更喜欢了。在下白银，多谢姑娘救命之恩。闻言，我看着他那双眼睛思考了很久。你是那只小白蛇？他微笑点头。姑娘对在下有再造之恩，为报答恩情，在下愿意实现姑娘一个愿望，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在下都愿意满足姑娘。这台词听起来怎么像《白蛇传》？当时许仙是怎么回应的来着？好像是想要个又美丽又贤惠的娘子。我蹦跶到他的右手边，语气调侃，双眼放光，头轻轻靠上他的
肩膀，声音里带着谄媚：“我想要个如你这般帅气的小哥哥，做老公相濡以沫，不知可否如愿？姑娘，请自重，莫要用婚嫁之事打居在下。”他微微挪了挪身体，让我扑了个空。我不慌也不生气，先捂着嘴嘻嘻笑了一下，伸出手勾住他的下巴，对上他如宝石般漂亮的红色眼睛，声音里带着诱惑：“小蛇蛇，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他快速别过头，眼神中带着躲闪，银白色的头发瞬间染上一丝红色。我轻轻掰过他的头，我说的不对吗？他转过身，眼神似在警告，也在试探。姑娘，你可要看清楚了，我是一条蛇。脚下立马传来冰冷的缠绕感，这种感觉一直向上蔓延。我低头一看一摸，那条白色尾巴瞬间染上一丝红色，尾巴上波光粼粼的鳞片，触感油光丝滑，像是丝绸般。爱了，爱了，看清楚了。我一边摸一边说，心中想的却是更喜欢了。粉白粉白的东西谁不喜欢？不怕我吗？他声音里明显带着几分慌乱。我抬眼对上他宝石般的双眸，其实现在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他不解地看向我，我如饿虎扑食般扑上去，对着他的脸就是一顿狂嘬。他不语，只是一味脸红发烫，而那条原本缠在我腰上的蛇尾瞬间瘫软落地，一副任我摆布的样子。他原本冰凉的身体也带上了几分温度，像是生病了一般。就在我打算进行下一步的时候，他突然别过头，声音里带着委屈：“你会对我负责吗？”当然，我回答的没有丝毫犹豫。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你就说要怎么样才愿意？除非你同我立下婚契，做我的妻子，不然你不能再亲我了。族里老人说这样是不对的。这人还怪讲究，喜欢按流程办事。不过我喜欢。可以，可以，怎么签？我急不可耐地问，生怕晚点就天亮了。他浑身通红，声音里带着几分羞涩：“你们人类就会说些好听的话诓骗我们，不想要的时候转身就走了。”他说着，手上的动作却不停，空气中突然冒出一条红线，将我和他的手腕绑在一起，最后打上了一个同心结。我能感受到一股冰冷又炙热的气息从手心蔓延到全身。他看着我手上成功烙印上的蛇形印记，一脸惊讶又喜悦地望着我。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张婚书，我和他同时按下手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原来你叫雪箫，我以后叫你潇潇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他点了点头，目光短暂对视后又快速别开。我缓缓推开半开半合的门，轻轻迈入一只脚，然后一点一点走进其中，摸索了好一番才找到他的位置。突然我被牛马般的生物钟吵醒，又气又恼，有那么一瞬间想毁灭世界。可恶啊，刚才的梦境真的不像假的。好在今天是休息日，不用上班，不然肯定没时间细想。头还有点痛，应该是喝到假酒了。我看了一眼昨天关蛇的地方，发现蛇不见了，心下顿时一慌，明明关得好好的，跑哪去了？我翻找了一圈，最终在我的床上看到了那只小蛇，它将头蜷缩在身体下面，整条蛇都显得有些通红。想到昨天那个梦，我立马给了自己一耳刮子，又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果然人不能单身太久，看条蛇都觉得眉清目秀。早就说祖坟没埋好，人家大富大贵，我却天天给人当牛马，做个梦都这么不正经。不过正是气血方刚的年纪，有点激动也很正常。这个想法刚冒出来，我就狠狠给了自己一耳光。小东西，你没事吧？还活着吗？闻言，他睁开眼睛，盘坐到我的手上，立着头轻轻向下点了2下，看得出来他心情很好。他身上的伤口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似乎不用去看兽医了，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真乖，我伸出手去点他的脑壳，他的表情瞬间凝固，大概是我的错觉。他在我的手心上转了又转，我想应该是开心到打滚了。小白，你乖乖的，我带你去看兽医。我找了一个大一点的包包，里面什么都没放，把它放了进去。你在这里待着也可以，但是要乖乖的，知道吗？不要突然出来吓到其他人。他微微探出头，吐了吐舌信子表示赞同。带着小蛇坐地铁始终不太方便，所以我今天选择打车到城区。不过让我意外的是，我竟然打到了一辆卡宴。车子停下的瞬间，我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压根不敢上车，直到司机师傅亲自下车为我打开后座车门，我才相信这车就是我打的。最关键的是，司机师傅还是个穿着定制西装的帅哥。这种人来开滴滴，应该是无聊，或者是有苦要诉。一上车，我就闻到一股十分特别的香味，只觉得大脑发懵。上车以后，袖子里的小白就开始十分不老实，一直想出来，但都被我按了回去。蛇这种生物自带威压，普通人看见都会怕，吓到其他人可就不好了。美女，你还养宠物啊？司机师傅问道。对啊，是条蛇，它很乖的，不咬人。它受伤了，我带它出来看医生。我尴尬一笑，美女，好端端的，你怎么养条蛇在身边？司机师傅一边开车一边问，我却从话里听出了几分试探。昨天在烧烤摊附近看到的，看它怪可怜的，幼生的标志，死了太可惜了，就买下来了。美女，我认识一个比较厉害的兽医，要是你不介意，可以把它给我吗？一会儿我给你送回来。我低头看了一眼包里的小蛇，心中警惕起来，万一他把小白弄死了就不好了。不行，他胆子小，我不放心把他给别人，那我直接带你们去我认识的那家宠物医院，那是我朋友开的，那里有非常专业的医生。我想了想，又看了看手腕处藏着的小蛇。早上刷牙的时候，我查过关于蛇类的兽医，基本没找到合适的。眼前这人看着挺和善，五官甚至有一丝熟悉的感觉，应该不是什么坏人。那辛苦师傅了。没多久，我们就到了他说的那家宠物医院。医院位于市中心，距离我上班的地方蛮近的，装修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看着就很贵。但看小白蛇一脸期待的样子，我咬咬牙，觉得也能支付得起。我将小蛇交给医护人员，自己
己一个人坐在大厅等待。刚才送我过来的司机师傅也没走，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从进入这里开始，这里的人看我的目光就很奇怪，像是在看异类一般。前台小姐姐送来糕点和茶水，我看着只觉得两眼一黑，这得花多少钱啊？我紧张的拿起手机看了一眼余额，心里暗想，整这么高级，那小白的医药费能不能刷我的医保报销一点啊？大环境下，钱已经不是花出来的，而是一点一点省出来的。徐小姐，你吃点东西，这些糕点茶水都是免费的，味道都很不错，也很提神。小白受伤比较严重，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出来。前台小姐姐说道。我喝了一口茶水，瞬间感觉整个人清醒了不少。刚才在车里被那个香味熏得头晕，突然我意识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好像没对司机师傅说过我的名字，他是怎么知道我姓许的？就在我焦虑之际，一个白发少女走了过来，她的瞳孔如同红宝石一般，应该是戴了美瞳，径直坐到了我的对面。一开始我只是认真玩手机，可架不住她的目光实在太炙热，让我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我一抬头，我们的目光就对上了，我尴尬一笑，她不屑地撇了撇嘴，明显对我不是很满意，眼神却一刻不停地在我身上来回扫视，嘴里还不停念叨着，这就是3D 的媳妇，看着也不怎么样啊。孩子果然还是不能没见过世面，第一次出门就被人拐走了。我听得一头雾水，还顺便回头看了一眼，确定周围没有其他人，他也没戴耳机，我便确定这话是对我说的，想必是脑子有点问题。自从接种了3针疫苗以后，有些人就变得不太正常，有点抽象也很正常。我低下头继续玩手机，丝毫没有要和对面美女交流的意思。没多久，医护人员抱着小蛇出来了，小白身上的伤口已经完全不见了，看着白白亮亮、晶莹剔透的，好看极了。我伸出手，他便立马滑溜地爬到我的手上，冰冰凉凉的。他蹭了蹭我的手指，缓慢地吐着蛇信子，目光时常落在我的手心上，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我到前台付费，费用比我想象中的低，还送了不少礼品，说是新店开业给小白的口粮。他们没有叫我办卡或者会员，这让我很意外。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不知道为什么，一到家我就特别困，很快就睡着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好像被什么东西吸走了一般，再次睁眼，便又来到了昨天那个梦境中的地方，他还在那里。我立马兴奋到跳脚，帅哥，我来了！我咚咚咚的跑过去，果然看到了那个白发少年，只是今天的他比起昨天明显不太开心。小帅哥，看你这闷闷不乐的样子，怎么了？我轻轻走到他身旁坐下，语气温柔的轻声询问。他赶忙握住我的手开始查看起来，前一秒还满脸愁苦，下一秒便喜笑颜开。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了呢。他的声音里透着委屈，那语气听着都像是马上要哭出来似的，让人好生心疼。怎么会啊，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你了。我赶忙安抚他，那你为啥不叫我夫君呀？他眼巴巴地望着我，眼里满是期待。看你帅，我就叫2句，反正也不吃亏。夫君，我此言一出，他的发色立马染上了红色，我的脚下也被一条冰凉的蛇尾缠上了。他牵起我的手，在我的手心上落下一个吻，昨天梦中种下的蛇形印记竟然又出现了，这是激活系统吗？他伸出手，稳稳地揽住我的腰，稍稍使了点力，便将我整个拥入了他那清冷又坚实的怀中。蛇尾一圈圈缠绕上来，潇潇，你的声音真好听。他的眼里满是期待，语气中带着点撒娇的意味，没想到被反聊了。待到第二天清晨醒来，我虽觉得身体有些许疲惫不适，可精神头却格外足，仿佛被注入了满满的活力一般。在之后的日子里，我每天晚上都能梦到那个白发少年，在梦里我们做尽了亲密之事，可第二天一醒来，我的手上依旧干干净净，什么印记都没有。我也从一开始的惊喜渐渐变成了习以为常。这段时间里，我白天上班时就把小白放在家里，喂他宠物医院给的口粮，每天回家的时候，他总是会翘着尾巴等我回来，样子又乖又萌。小白蛇肉眼可见的变大，越来越大，明明也没吃多少东西，现在都快有人高了。果然，蛇这种东西还是小点可爱。它一下子长这么大，让我莫名有些恐惧。不过，除了长得太快有点占地方之外，它也没其他缺点了。靠在它身上软软的冰冰凉凉的，很舒服，是个不错的枕头。偶尔它也会盘住我的脚踝，然后一点一点向上攀爬，最后趴在我的肩膀上，从白蛇变成一条粉白的蛇，跟个变色龙似的。以往要是遇到其他蛇这样，我肯定吓得半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小白没有丝毫恐惧，甚至还有几分挑逗之意。我深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不过华夏人有自己的精神科医生，我去求了点封建迷信，还抽了1000，世上上签，我立马开心到不能自已。之前算命先生就说过，我是大富大贵的命，这句话一直支撑着我活了好多年。这天，我突然在手机上刷到一条视频，视频里说，当宠物蛇直挺挺地躺在你身边，或者用身体将你缠住，请不要犹豫，立马将它打死。一开始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我只觉得发布者迷惑又歹毒，可等我了解到真正原因以后，瞬间觉得言之有理，然后脑子里全是最近小白用他的大尾巴裹住我，头一直挨着我的头，时不时吐着蛇信子的画面，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像是受到了某种撞击，咔嚓作响。大数据是懂精准推荐的，一个视频就让我整宿的睡不着觉。我想了好几天，打死小白实在太残忍了，养了大半年，我舍不得，还是把它放回原始森林吧。周末，我向朋友借了车，一路开车把它带到了原始森林。我给它放了食物，它却一脸可怜地看着我，大概是感应到了离别，一直跟着我。小白，你乖乖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回来。它吐着蛇信子，最终停住了上前的脚步。我头也没回的转身就走了。回去的这一路，心情都十分郁闷。养了这么久的大宝贝，我竟然把它丢了。都说蛇是冷血动物，这一刻我觉得我比蛇还要冷血。后来几天，我的心情依旧很郁闷，晚上也还是睡不好。我好像习惯了枕着小白的肚皮睡觉，梦里那个白发小哥哥也消失不见了。我有点后悔，
但比起生命安全，我觉得这点后悔也还能忍。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如行尸走肉一般。这天晚上凌晨时分，脚下突然传来一股熟悉的冰凉感，这种感觉从脚踝处一直蔓延到胸口，耳边突然传来一丝委屈极了的抱怨声：“潇潇，你不是说要养我一辈子吗？怎么可以把我一个人丢在那种地方？”我猛然惊醒，看到身边空空如也，心底难免有些落寞。这些年我一直是一个人，这半年里有小白陪伴，我好像早就把他当成家人了。一想到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条小蛇，胆子小得要死，连咬人都不会，我就觉得难受。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我不耐烦地接起电话：“大晚上的，谁这么打扰人？喂，美女你好，麻烦你开一下门，你有快递。”电话对面传来一个陌生的男生。听到这话，我起身打算开门，可当手握上门把手的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现在快递不都送到驿站了吗？这么晚了还有人送快递，是不是不太对劲？糟糕，让他知道我在屋子里了。我装出平静的样子回应：“帅哥，是不是送错了？我最近没买东西。”他低头继续查看了一眼快递，说道：“美女，你是不是叫雪潇？我核对了好几遍，号码和名字都是你的。你先开一下门，你放门口吧，我现在洗澡不方便。”“没事，我在这里等你。东西丢了可就不好了。”我顿时心慌起来。我住的地方是郊区的老小区，基本没住什么人。半夜3更来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被人盯上了。那你稍等一下。我赶紧拖来书桌挡住门，又用上了在网上买的防开门神器。第一时间，我给认识的警察叔叔打了求救电话，然后把窗户打开，做出跳窗逃跑的假象，接着跳上衣柜的顶格，将自己藏了起来。外面的人似乎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美女，你洗澡要多久啊？我都等了10分钟了，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要进去找你了。”我没有回应，心里暗想，这时候小白要是在就好了。门把手传来机械转动的声音，果然和我想的一样，能找上门来的大概率会开锁技术。我那点堵门的手段，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不堪一击，很快就被破坏了。那人进入我的房子后，先是一通翻找，最后目光锁定在窗户上，只是浅浅的看了一眼，他便立马转身冲到衣柜这里，打开了衣柜的最上层。几乎是在他打开衣柜的瞬间，我立马撒出准备好的辣椒粉，然后从衣柜上跳下来，狠狠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他捂着眼睛在地上翻滚，我落地后拔腿就跑。这么危险的地方，我可不能一直待下去。几乎是在跨出门的瞬间，我的头发就被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抓住，一股难闻的气息瞬间包裹住我，让人惊恐又恶心。大意了，没想到他还有同伙，可恶啊！别怕，陪哥玩完再走，我们都守你2个月了。那人用力掐住我的脖子，将我往房间里拖。我想抓住门框，却已经来不及了。在反抗之际，我突然想起了短视频里教的最有效反击方法，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回手掏，后面那人便立马哭爹喊娘：“你快松开！”我不语，只是一味使劲，他一痛便松开了我。我转身又是一脚，他被我踢出去老远，这让我有些意外，仿佛借助了某种不属于自己的力量。他们2个人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骂，骂得不堪入耳。我头也不回的使劲往大路上跑，心里暗自想着，以后还是不能住这么偏远的地方，求救都不方便。跑了半天，一个人也没看到。就在我绝望之际，我看到对面有个白色的东西正朝我飞速赶来，几乎是在我们相遇的瞬间，我抄起他的身体，对着身后的2个人就甩了过去。甩出去的瞬间，我看到了小白不可置信又略带惊恐的眼神。原本追着我的那2个人，也从一开始的追捕变成了哭爹喊娘的逃跑。我再次抓住蛇身，一顿狂甩，像是直升机起飞时转动的螺旋桨，对着他们其中一个人就丢了过去。就在丢出去的瞬间，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潇潇，你放我下来，放我下来，你先听我说，我能咬他们，我真能咬他们。”不要啊！我的手头还是很准的，几乎是在小白蛇落在他们身上的瞬间，其中一个人当场吓晕过去，另一个人翻着白眼，连滚带爬的想继续逃窜。我捡起地上的小白，对着剩下的那个人就一顿狂抽，那人连滚带爬的跑，我抓着蛇在后面追，一边抽一边骂，还带了点国粹。等警察叔叔赶到的时候，就看到了如此诡异的一幕：我扛着一条白色大蟒蛇在后面追，歹徒在前面跑，最后我一把扑进警察叔叔怀里，一双脚死死扣住警察叔叔的腰。我认罪，我认罪，快叫他把蛇拿开！歹徒惊恐地喊道。警察叔叔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帮谁，看着我的样子都差点想报警了。只是在我收手的瞬间，刚才还被我当作麻绳在手里甩的蛇，瞬间变化成一个白发少年。我稳稳地抱住了他，他趴在我的怀中，晕晕乎乎地说：“潇潇，我可以咬他们的，我会咬人的。”警察叔叔看着我怀里的少年，拿出了备用手机，拨通电话说道：“腰管局吗？过来一下。”我很猛，但看着怀里这张在梦里缠绵过无数次的脸，还有那双红宝石般的眼睛，我的心中好像又有了答案。想到自己刚才干的那些事情，我两眼一黑又一黑。歹徒的同伴被救护车拉走了，而那个没晕过去的歹徒到了警察局以后，精神明显不正常了很多。虽然小白只是轻轻擦过他的身体，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还是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创伤。他说话明显都不利索，看到我就立马浑身发抖，说我是妖怪。妖管局的人来了以后，看了一眼监控视频，又看了看我，沉默了好久才说道：“白银并没有主动攻击人类，这条蛇我们就带走了。至于你，算家属，在管理范围内，也一起跟我们走一趟吧。”我们在妖管局内随便聊了几句，我就被白银带到了一个房间里，或者说是他的宿舍。房间很大，应有尽有。我看着靠在我肩膀上的他，脑壳子只觉得嗡嗡作响。这一刻，我的三观和认知被彻底颠覆了。你是人还是蛇？我忍不住问道。是妖怪。他紧张地看着我，生怕我会害怕。
我表面平静，实际上内心已经炸开了锅。潇潇，不要怕，我不咬你的。他双手将我紧紧抱住，似乎是怕我跑了。想了很久，我最终开口问道：“不是说建国以后不许妖怪成精吗？我是建国之前就成精的，在妖管局的管理范围内是好妖怪。”我算是勉强接受了这个说法，灵机一动又问：妖怪管理局是真的存在了？人妖不是殊途吗？我和你在一起，妖管局能同意？我很认真地问出了心中最关心的问题。他一脸认真地回答：现在人们的思想开放，接受度也高了，而且我是有编制的正经妖怪，身上的妖毒早就清理干净了，对人类的身体不会有任何伤害，还能延年益寿、强身健体。听到这里，我稍微松了一口气，就是最后这几句话有点像广告，带着点讨好的意思。今天感应到潇潇出事了，我立马就赶回来了。他一边说，一边捂着因为受到撞击而红肿的脸颊，样子委屈极了，整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不疼了，乖，不疼了，我安慰道。他捧住我的手，在脸颊上蹭了蹭。潇潇，以后可不能再不要我了。你和我立了契约，你就是我的妻子，不能不要我的。我以为那只是个梦啊。在我说完的瞬间，他的一双眼睛立马落下泪水。看着他这副模样，我只觉得心里乱糟糟的，好像还真是我主动勾搭的他，非要让人家以身相许。潇潇呀，你为什么要把我丢在山里呢？他委屈巴巴地望着我，眼里满是不解，那模样就像只被主人遗弃的小狗，看得我心里一阵愧疚。我当时以为你要吃我，我嗫嚅着解释道，声音都不自觉低了几分。他一听，立马在床上打起滚来，哭的那叫一个伤心，边哭还边喊：怎么会呢？潇潇，我爱你都来不及，怎会吃你啊？你要是不要我了，我可就不活了。被伴侣抛弃的蛇，就是这世上最没用的蛇，根本不配活着。说罢，他又屁颠屁颠的靠过来，紧紧抱住我，带着哭腔哀求：潇潇，能不能别不要我啊？我现在能恢复人身了，我可乖了，能给你做饭，能出去挣钱给你花，能一直陪着你，保护你的安全呢。我心里一阵心虚，终是开口道：我没有说不要你，我只是需要点时间缓冲一下。他一听这话，顿时两眼放光，满是惊喜，猛地凑过来在我的脸上吧唧了一口，欢快地说道：我就知道潇潇心里肯定是有我的，不然那婚期怎么可能生效呢？听着他这话，我下意识地看向左手心，那里有一个若隐若现的蛇形印记，宛如幻灯片一般持续闪现着，仿佛在无声地提醒着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并非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就在我愣神的当口，后背突然袭来一股冷意，紧接着他的手臂就环抱了过来，他的唇也落了下来，带着丝丝温柔，那触感冰凉又缱绻，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沙哑，满是思念。潇潇，这几天我好想你，其实我也想你。我回应着，可心中却乱成一锅粥。但是我之前一直以为那只是个梦，你必须给我一点时间适应。他一脸委屈地看着我，然后不情不愿地点头问道：要多久？不知道。潇潇，能不能快点？我每天都想和潇潇在一起。看到他眼底的渴望，我瞬间明白了老人们常说的那些话。第二天，我被妖管局的人带着，了解了人和蛇的生理构造，只觉得自己的三观被刷新了一次又一次。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在告诉我，现在人类和妖怪是可以共存的，妖怪们已经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了。他们还跟我科普，我和白银将来要是有孩子，是先生蛋在孵化，小蛇要经过大概100多天的孵化期，100年左右的修炼才能化形成人，300年才算成年。他们还调侃我说，你可真虎，小白刚刚成年，第一次出门就被你得手了，说的我怪不好意思的。在之后的日子里，小白带我回了他的家，给我介绍了他的大哥，也就是那天开卡宴的司机师傅白啸，还有他的二姐白羽，一家子其乐融融。我既羡慕又不敢贪恋，只怕眼前这一切都是假象。小白让我和他一起住，我拒绝了，于是他就搬到我家来住了。我依旧每天早上8点上班，之后找人把门修好了，坏了的东西能修就修。后来我在距离上班地点比较近的地方租了房子，不知道小白是跟谁学的，每天早上他都会去买1朵鲜花放在我的床头，做好精致的早餐，然后送我去上班。下班了，他也会主动来接我，看到我身边有其他异性，也只会委屈巴巴地说我相信潇潇爱我。老房子那边我偶尔还是会回去，但基本不会过夜了，除非小白在身边。小白偶尔会消失好几天，但回来的时候手里总是提得满满当当，全是金子做的首饰，其中有一个蛇形手镯是我最喜欢的，上面镶嵌着2颗红色宝石，样子看起来特别像小白，应该是定制的。他说听说人类最喜欢这种金灿灿的东西，一开始我以为这些金子是他偷来的，追问之下才知道他是去接了妖管局的任务，挣到的钱全给我买金子了。这些天我手上的蛇形印记已经不再时有时无了，像是个烙印般从皮肤里长了出来。对此他特别开心，说我终于发自内心接受他了。他趴在我的怀里，小心地试探着吻上来，很快便得到了我的回应。后来妖管局的人找到我说，发现我的血液中带有捉妖师的基因，想让我加入他们。一开始我不愿意，但是他们给的待遇实在太优厚了，